大家好，这里是松蛇西语啊。我看评论里边忽悠我炼丹的不少，不过我得综合考虑啊，咱不能给社会添麻烦。万一炼丹炼出重大突破，我突然火了，那咋办啊？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啊！好吧，开个玩笑。我们继续看别人炼丹。这个韩国网友海信民研究所呀，这两天呢持续更新他的视频，玩磁铁玩的很有意思。而且它的数据啊持续增长，现在已经快4000关注了，真厉害啊！大家看看我的频道和他的频道对比，右下角的曲线，红色的是他，蓝色是我的。那我数据比他高的时候啊，是由于 LK99 刚开始爆火，那时候海信民研究室呢，人家还没有启动呢。那到9月中旬啊，海信民研究室突然开始手搓 LK99，数据一下就起来了，到现在还在高位。那我关注这个频道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手搓 LK99， 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看看一个典型的 YouTube 模型啊是如何在我的眼前成长的，那学习学习嘛。我们看他做的实验。我得说一下你这位韩国小同志啊，你有点辱韩呐，你怎么能不用三星电脑用微星的呢？你在韩国这么搞啊，你就偷着乐吧，换个地方你试试。不过说起来啊，韩国早年可是大街上只有现代和大宇汽车。我记得以前去韩国啊，2000年前后吧，绝大多数汽车都是韩国国产的。你要开奔驰宝马，那是相当的不爱国。要开日本车，那倒不一定挨 U 型锁，但是肯定会被人鄙视的。但是随着这个全球化的深入啊，韩国呢也不可避免的融入世界，所以才有了微星笔记本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来，我们接着看他做的新实验啊。这是他做的新实验。他将一个直径8厘米的薄的保温盒啊，里面大概装有10克左右的铁砂，在永磁体啊，它被桌面台前夹住，它不能移动。永磁体上呢放着一个铁的螺母，将保温盒呢放在螺母上来回移动几十秒，会发现铁砂呢是紧紧的跟着螺母上面，跟着螺母调整位置，呈现这种蓬松的状态。然后把螺母拿掉呢，永磁体上放置它合成的这个样品块状材料，大概2厘米见方，厚6毫米左右吧。再把这个保温盒放在材料上，会发现呀，保温盒底的这个铁砂被样品拍开，看到了吗？样品材料上面的铁砂呢，都移动到了材料的轮廓边缘。看到了吧？那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是磁场被扭曲了吗？那这个现象看起来啊，和磁场的互动是有关的但是它可能不是传统的磁场扭曲，而更可能呢是涉及到了磁场的梯度和磁场悬浮的效应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以及可能的这个解释啊。你看铁砂的移动，当把它这个保温盒放在螺母上来回移动的时候啊，铁砂呢是紧跟着螺母移动的。这可能是因为螺母在移动的时候呢，在它周围啊创建了磁场，而铁砂是铁的粉末嘛，它会受到磁场的吸引，因此啊跟着这个螺母移动。LK99 样品中的材料啊，它的这个排斥效应也有可能当把这个保温盒放在样品材料的时候呢，材料呢似乎排斥底部的这个铁砂，这可能是这个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磁性，但这种磁性啊不是通常的吸引性，而是排斥性。所以这种效应呢，可能就涉及到了磁场梯度和反磁性材料的特性。这个扭曲磁力线，所以这个现象好像也不是传统的磁力线扭曲，而更像是磁场梯度对物质的影响。刚才我们说过反磁性或者其他的这个特殊磁性效应，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这个超导一些材料对磁场的这个反应，是吧？所以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现象，还需要详细的实验和分析，包括测量材料的磁性特性啊、磁场梯度啊等等。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反磁性，大家是不是就想到就是抗磁性，是吧？抗磁性和反磁性是不同的概念。反磁性和抗磁性的英文名称分别是diamagnetism 和 paramagnetism。那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 dia 和 para 这两个前缀dia 就表示相反的，而 para 呢是表示相似的。因此这个 diamagnetism 表示呢与外加磁场
相反的磁性，而 paramagnetism 呢表示与外加磁场的相似的特性。所以呢，这个反磁性，diamagnetism， 它是一种物质啊对外部磁场产生负磁化力的显应现象。在这个反磁性材料中啊，磁场越强，材料呢越趋向于减弱磁场，就它们会被磁场排斥，但是反磁性通常是比较弱的，而且几乎所有的物质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磁性，而这种效应啊是很微弱的，很难用来制造这个磁性设备。而抗磁性啊，就是 paramagnetism 啊，它是一种材料啊对外部磁场产生正磁化率的显应现象。在抗磁性材料中啊，磁场越强，它们越趋向于增强这个磁场，与反磁性相反啊。但是有些材料啊有比较强的抗磁性。另外呢，有两种更强烈的磁性，就是顺磁性和铁磁性，它们对外部磁场响应的是更加显著的。那这个反磁性和抗磁性，它的共同点就是呢，就是磁性响应的都很微弱，需要精密的实验设备和测量设备才能观察到。而反磁性和抗磁性的区别呢，就在于反磁性材料中的自旋方向和外磁场是相反的，而抗磁性材料中的自旋啊是随机排列的。所以反磁性材料不仅不被磁化，还会削弱外部磁场，而抗磁性材料呢仅仅是不被磁化。再一个呢，就是反磁性材料啊随温度变化明显，抗磁性呢随温度变化呢不是很明显。反磁性呢存在这个自发的磁化，而抗磁性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觉得是可以解开这个铁粉被排斥的这个效应啊，当然也可能有别的解释啊。那某些这个反磁性材料啊，像反铁丝材料，它的离子晶格啊，在高温条件下可以产生，然后呢被固定在室温，这可能呢就是形成这种样品它反磁性材料的一个机制啊，就是 L 他们做的这个样品，具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反磁性这种材料啊，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商用价值的，尤其是在特定的应用中，比如说磁场的屏蔽。由于反磁性材料呢，它排斥外部磁场，它们可以用于磁场屏蔽或者隔离设备，以减小外部磁场啊对其他设备或者实验的干扰。再就是科学研究啊，反磁性材料呢可以用于研究这个磁场梯度啊、材料材质啊各方面。这样的话呢，通过反磁性材料呢，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物质的行为。那虽然反磁性材料的商业价值啊，现在应用还比较少啊，但是它们在一定特定领域是具有潜在价值的。所以呢，要深入探索这方面这个商业机会啊，需要详细的研究材料的性质、成本和它的潜在应用，确定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个样品中啊，具有排开铁粉的现象，如果用软铁磁性是解释不了的，反磁性呢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这个反磁性现象啊，最早观察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啊，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吕易·杰尔奇和亚历山大·特尔多·班特呢是最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的科学家之一。然而呢，他的详细研究和理论解释呢是在后来的研究中才发现的。那主要的理论呢就是反磁性的理论，它涉及到的量子力学和磁学啊，包括一些很多的主要的理论观点，像朗道保障定理啊。这个定理呢是由列夫·朗道和埃文·利夫希茨在1930年提出的。他断言了在没有外部磁场的情况下呀，物质的总的磁矩必定等于0。这就意味着在没有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物质的磁性表现为反磁性，即物质啊会排斥任何试图改变它内部磁力矩方向的这个磁场。那还有个理论呢，就是分子场理论啊，叫 molecular field theory 啊。这个理论呢，尝试解释反磁性的微观机制啊，其中分子内的电子自旋和轨道运动，它导致了分子磁矩的这个抵消效应。这个理论啊，可以用来解析为什么一些物质啊，在外部磁场作用下表现为反磁性。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自旋的对称性。反磁性材料啊，包括填充了电子自旋相互抵消的这个电子轨道的元素比如像惰性气体氦这种电子自旋对称性就导致了
反磁性的表现。那反磁性啊，通常是一种微弱的效应，它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都讲才显著。但是在理论物理啊和材料科学中呢，还是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因为对反磁性研究啊，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物质的磁性和电子结构，同时呢，也对某些应用领域啊有潜在价值。刚才我们说过这个磁场屏蔽技术是吧？那关于这个如何增强这个反磁性研究，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一些研究中啊，集中在设计和合成新型材料，以增大这个反磁性效应。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啊？那这些研究啊，通常就发表在什么物理学、材料科学、纳米技术这些专业期刊上啊，像什么Physics Review Letter 啊，或者 Nature Materials 这些。所以你看看这个韩国网友啊，可能用焊枪一顿乱烧，可能就搞出了很好的反磁性材料啊，这是我们猜测啊。我们很早的视频啊就强调过，超导甚至室温超导是一方面，而新材料啊，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希望海信民研究室啊，继续玩出新花样啊。今天的视频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新发布的视频啊。再见。